周经理，我的天，你太厉害了！这单要是签下来，你今年奖金肯定破纪录。小陈放下电话，激动地说。周明宇轻轻摇头，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，眼中却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辛苦大家了，还有最后一道审批，不能掉以轻心。哎，周哥，你说老杨这次会兑现他的承诺吗？王磊凑近些，压低声音问道。做好自己的事，获得应得的回报，这是规则。周明宇微笑着，眼神却飘向了远处办公室那扇紧闭的门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年末的远景网络公司，空气中弥漫着紧张和期待的气息，市场拓展部的灯光一直亮到深夜。周明宇和他的团队正在为最后一份提案做准备。明宇，今天一定要早点回来，我预约了明天去看婴儿床。电话那头，李文轻柔的声音透着疲惫。她怀孕已经7个月，肚子一天比一天大。放心，就最后一份文件，我保证10点前到家。周明宇抬头看了眼时间，匆忙向妻子承诺。放下电话，周明宇揉了揉发酸的眼睛。这半年来，他几乎放弃了所有休息时间，为了拿下远景网络建立以来最大的一笔订单，3000万的合同，足以让公司的年度业绩翻倍。按照公司既定的提成制度，他应该获得20万元的年终奖金。这笔钱对现在的周明宇来说如同救命稻草。新房的首付勉强付清，但装修款还一分没着落。妻子怀孕在家休养，家庭收入锐减，偏偏这时候房贷、车贷、医疗费用接踵而至。20万元足够解决眼前所有的燃眉之急。周经理，最终方案已经修改完毕，您再过目一下。陈梦琪将一叠文件放在周明宇面前。这个年轻有为的下属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得力干将，辛苦了，这次大家都付出很多，年终奖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周明宇拍了拍陈梦琪的肩膀，眼中满是欣慰。陈梦琪笑了笑，大家都是为了公司好，不过杨总已经暗示过，这次签下来，咱们部门会有特殊奖励。杨总亲口说的。对，前天部门例会，杨总特意提到您，说您是公司的顶梁柱，这次任务完成的这么出色，一定会有丰厚回报。周明宇点点头，心中微微舒展。杨致远虽为人精明，但在赏罚方面确实有章法，这让他对即将到来的年终奖更加期待。3天后，那份价值3000万的合同顺利签署，远景网络上下一片欢腾。杨致远在庆功宴上多次提到周明宇的贡献，并当众表示会给予周明宇团队最高规格的奖励。那天晚上，周明宇和李文坐在新房的客厅里，地上还铺着装修用的防尘布。20万，我们可以把婴儿房好好装修一下，还能添置些必要的家具。李文靠在周明宇肩头，轻声说道，还能还上一部分装修贷款，减轻点压力。周明宇摸了摸妻子隆起的肚子，宝宝，爸爸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温暖的小窝，你要乖乖的，健康出生。李文幸福地笑了，她知道丈夫这半年来有多辛苦，那些深夜的加班，无数次的出差，都是为了给即将出生的孩子创造更好的条件。1月中旬，公司年终奖发放的日子终于到来。这一天，周明宇比平时提早1小时到达公司，心情无比激动。
财务部的同事将一个个信封发到每位员工手中。周明宇接过自己的那份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量，20万元。他在心中默默念道：这是他和家人熬过难关的希望。回到办公室，周明宇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，取出里面的工资条。他的目光迅速锁定在年终奖金一栏，5000元。周明宇愣住了，以为自己看错了数字。他反复确认，甚至用手指在那个数字上摩擦，仿佛这样能够改变这个残酷的现实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周明宇喃喃自语，迅速拿起电话拨通了财务部。王磊，我的年终奖是不是有问题？只有5000元。电话那头的王磊沉默了几秒。不只是你，所有人的年终奖都比预期少了很多。杨总呢？他在办公室吗？在。但是周明宇没等王磊说完，就挂断了电话。他大步走出办公室，发现整个公司都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沉默。人们聚集在各自的工位旁，窃窃私语，眼中满是失望和愤怒。走廊尽头，杨致远的办公室门紧闭着。周明宇深吸一口气，正准备上前，却看见高涛从里面走出来，脸色凝重。周经理，杨总正在处理紧急事务，下午的年终总结会议会统一解释年终奖的事情。高涛拦住了周明宇。高总，我只想知道为什么我的年终奖从20万变成了5000，这完全不符合公司的规定。周明宇强压怒火。高涛叹了口气，明宇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现在确实不是好时机。杨总下午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周明宇想再说什么，但看到高涛坚决的眼神，只能暂时作罢。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关上门，瘫坐在椅子上，心如死灰。5000元，连婴儿房的一面墙都装修不了，他要如何向李文解释？他们的计划，他们的期望，全部都要落空了吗？下午2点，公司全体员工集中在大会议室，气氛异常沉闷。当杨致远神色自若地走上讲台时，会场中响起了不满的低语声。杨致远清了清嗓子，面带倦容：各位同事，首先要感谢大家过去1年的辛勤付出。远景网络能有今天的成绩，离不开每一位同事的贡献。标准的开场白过后，杨致远话锋一转：关于年终奖金，我知道大家有很多疑问。实事求是地说，公司今年业绩确实不错，尤其是市场部周明宇团队签下的3000万大单，为公司创造了巨大价值。会场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，很快又归于沉寂。但是杨致远语气突然变得沉重：公司目前面临着严峻的资金周转问题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的业务模式决定了资金回收周期较长，虽然合同额很大，但大部分资金要到下半年才能回笼。与此同时，公司扩张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新项目、新设备和新办公场所。周明宇坐在前排，冷眼看着杨致远表演。这一套说辞他再熟悉不过了。每当公司需要员工加班加点，杨致远就会强调我们都是公司的主人。每当需要压缩福利待遇，他就会谈暂时的困难和共度时间。因此，经过管理层反复讨论，我们不得不做出艰难决定：今年的年终奖金将适当缩减。杨致远的声音提高了一些，似乎想盖过台下愈发嘈杂的议论声。但我向大家保证，这只是暂时的措施，等到资金回笼后，公司将全额补发差额部分，并加算合理利息，绝不会让大家吃亏。
那为什么不提前告知？大家都已经做好了规划。市场部一位同事忍不住喊道。杨致远面带歉意，这确实是我的疏忽，应该提前和大家沟通，在此我向大家道歉。就在气氛即将缓和之际，周明宇站了起来。杨总，根据公司制度，我个人今年的年终奖应该是20万元，现在只有5000，差了40倍。请问其他开支是否也相应缩减了40倍？比如管理层的奖金和福利。全场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杨致远身上。杨致远脸上的笑容僵住了。周经理，公司的每一项开支都经过严格评估，管理层也做出了相应牺牲，我个人更是带头减薪，能具体说说减了多少吗？周明宇步步紧逼，具体数字不方便在这里公布，但我可以向你保证，管理层承担了更大比例的减薪。杨致远微微皱眉，显然对周明宇的质疑感到不悦。周明宇还想继续追问，高涛却站了起来。各位同事，公司目前确实面临暂时性困难，希望大家能够理解。杨总已经承诺会补发差额，我们应该相信公司，共度难关。会后，各部门经理留下开个简短会议，其他同事可以回去工作了。会议就这样不了了之，员工们带着失望和愤怒离开会议室，只留下各部门负责人和高层管理。周经理，我理解你的心情。杨致远单独走到周明宇面前，语气缓和了许多。你是公司的重要骨干，这次年终奖的事情确实处理得不够妥当。周明宇冷冷地看着他。杨总，我只想知道，当初签订合同时，您亲口承诺的奖金去哪了？明宇啊，杨致远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声音降低。公司现在确实有难处，这不是针对你个人。等资金回笼后，你的那份一定会第一时间补上。我可以给你打个欠条，不只是我，还有我的团队成员，他们也付出了很多。杨致远叹了口气，都会补上的，我向你保证。而且公司高层已经讨论过，准备在下个季度提拔你为市场总监，待薪资待遇一起提升。你是公司的中流砥柱，我们不会亏待你的。周明宇没有应声，只是礼貌性地点了点头。他知道这种时候说什么都没用。杨致远已经打定主意克扣员工的年终奖金。走出公司大楼，寒风刺骨。周明宇站在路边，不知该如何面对李文。他掏出手机，犹豫再三，还是拨通了妻子的电话。明宇，奖金发下来了吗？我已经跟装修公司约好明天见面了。李文兴奋的声音传来，让周明宇心如刀绞。文文，出了点状况。周明宇深吸一口气，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妻子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李文才轻声说道：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再等等，反正杨总说会补发的，对吗？他是这么说的。周明宇努力保持声音平稳。那就先用我们的积蓄应急吧，反正宝宝还有2个月才出生，我们还有时间。李文安慰道，但声音中的失落却怎么也掩饰不住。挂断电话后，周明宇站在寒风中，久久不能动弹。他知道李文表现得坚强，只是不想让他担心。可是5000元的年终奖根本无法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。这个寒冬对周明宇的家庭来说将异常漫长。1周后的清晨，周明宇早早来到公司，发现王磊正在茶水间泡咖啡，眼下一片乌青，显然休息不好，昨晚加班到很晚。周明宇拍了拍好友的肩膀，王磊警惕地环顾四周，
压低了声音：“别提了，年终报表做得我头都大了。老杨要求今天上午必须提交给他，说是有投资人要看。”周明宇给自己也倒了杯咖啡。公司现在资金真的这么紧张吗？王磊苦笑一声：“你信吗？照杨总的说法，应该是资金链几乎断裂了。如果我告诉你，公司账上躺着近2000万的闲置资金，你信吗？”王磊的声音降到最低。周明宇猛地抬起头：“什么？小声点。”王磊紧张地看了看门口。昨晚整理报表，我无意中发现一个单独账户，里面有一笔大额资金，是最近从公司主账户转出去的。转去哪里了？表面上看是投资新项目，但经手人是杨总的私人助理，而且我打听到，杨总最近买了辆新车，还订了套别墅。周明宇握紧了咖啡杯，指节泛白：“你是说他克扣我们的年终奖，是为了……”我什么都没说。王磊打断他：“只是觉得你应该知道真相，毕竟你为公司创造了那么大的价值。”周明宇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又一个画面：深夜的加班，无数次的出差，错过的产检，还有李文期待的眼神。所有的辛苦付出，最终换来的却是欺骗和背叛。你有证据吗？周明宇沉声问道。王磊犹豫了一下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 U 盘，这里有部分财务数据，本来是给杨总准备的报表初稿，我不小心多复制了一些内容。周明宇接过 U 盘，紧紧攥在手里。谢谢你，老王，这事只有我们知道。王磊点点头，小心点，别让高涛发现。那家伙对杨总忠心耿耿。回到办公室，周明宇立刻将 U 盘里的内容复制到电脑里，仔细查看。正如王磊所说，公司账上不仅没有资金紧张的迹象，反而有大量闲置资金。更令人愤怒的是，就在宣布缩减年终奖的前一周，公司为杨致远批了一笔500万的专项福利，用于购置豪车和别墅。周明宇气得浑身发抖。这一刻，他对杨致远的所有尊敬和信任彻底崩塌。他曾以为自己是在为一个正直的领导、一家值得托付的公司付出努力，现在看来，一切不过是场精心设计的骗局。正当周明宇沉浸在愤怒中时，办公室门被敲响了。请进。周明宇迅速关闭文件，陈梦琪推门而入。周经理，有个好消息，张总刚才打电话来，说他们集团准备追加投资，可能还有一个大项目要交给我们。周明宇微微一愣，哪个张总？就是上次那个3000万项目的张总啊。他说非常欣赏您的专业能力和团队配合，希望继续合作。这个消息本该让周明宇欣喜若狂，但此刻他心中却掠过一丝冷意。又一个大项目，意味着更多的辛苦工作，而报酬呢？还会被杨致远以各种理由克扣吗？具体是什么项目？周明宇问道。好像是他们集团的全国市场拓展计划，预算可能在5000万左右。张总说回头约您吃饭详谈。周明宇点点头，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先去准备一下我们之前合作的总结报告，等见面时可以用得上。陈梦琪离开后，周明宇陷入了深思。张总的新项目对公司来说无疑是个重大机遇，但对现在的周明宇而言，这更像是一个契机，一个讨回公道的契机。当晚，周明宇回到家中已是深夜，李文已经睡了，餐桌上留着一盘已经凉透的饭菜。周明宇轻手轻脚地进入书房，打开电脑，再次查看那些财务数据。夜深人静的书房里，
周明宇的眼神越来越冷峻，他开始在一张纸上写画画，制定一个计划，一个能让杨致远付出代价的计划。第二天清晨，李文发现周明宇睡在书桌上，面前摊着满满一桌子的文件和草稿纸。她轻轻推了推丈夫：“明宇，醒醒，你怎么睡在这里了？”周明宇猛地惊醒，看到妻子担忧的眼神，勉强一笑：“工作太投入了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你最近太累了，要不请2天假休息一下？”李文心疼地说道。周明宇摇摇头：“不行，公司现在正是关键时期。”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决定告诉妻子真相：“文文，我发现杨总骗了我们，公司并没有资金困难，他克扣年终奖是为了给自己买豪车和别墅。”李文瞪大了眼睛：“真的？那你打算怎么办？”“我需要一点时间。”周明宇握住妻子的手，坚定地说道：“我不会让我们的付出白白被人占便宜的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把属于我们的东西拿回来。”李文担忧地看着丈夫：“你要小心，别冲动行事。现在宝宝快出生了，我们最需要的是稳定。”“我知道。”周明宇吻了吻妻子的额头：“我不会做傻事，只是用他们最懂的方式讨回公道。”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周明宇表面上一如既往的工作，甚至比以前更加努力。他主动承担了更多责任，经常是公司最早到最晚走的人。这种变化让杨致远非常满意，他多次在管理层会议上表扬周明宇的敬业精神。与此同时，周明宇也在悄悄实施自己的计划。首先，他约见了张总，两人在一家私人会所见面。“周经理，最近怎么样？听说你们公司今年业绩不错啊。”张总热情地握住周明宇的手。周明宇笑了笑：“承蒙张总关照，公司确实发展不错。听说贵公司有新项目准备合作。”张总点点头：“没错，我们准备在全国范围内扩展业务，需要一家专业的市场营销公司配合。考虑到我们之前合作的愉快经历，我第一个就想到了你们远景网络。”酒过三巡，气氛越发融洽。周明宇适时地提到：“张总，其实我最近在考虑一些个人发展问题。”张总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：“周经理有什么想法？”“实不相瞒，我收到了几家公司的邀请，条件都很优厚。”周明宇的声音降低了一些。“远景这边虽说发展前景不错，但管理层对员工的关怀……”他摇了摇头，没有说完。张总若有所思：“周经理是公司的核心人才，杨总应该好好珍惜才对。”“也许吧。”周明宇轻描淡写的一笑，又迅速转移话题。“言归正传，关于贵公司的新项目，我有几个初步构想，想请教张总。”接下来的谈话中，周明宇详细阐述了自己对项目的理解和规划。他的专业素养和深刻见解再次令张总赞叹不已。在谈到具体执行方案时，周明宇有意无意地留下了几个关键漏洞。这些漏洞看似微不足道，但如果没有他的参与，将会在项目推进过程中造成重大障碍。分别时，张总热情地拍着周明宇的肩膀：“周经理，这次项目我们就这么定了。不过，我希望到时候还是由你亲自负责。你的能力和专业度是我们选择远景的关键原因，我会尽全力的。”周明宇微笑着保证，心中却已有了其他打算。回到公司后，周明宇立即着手准备项目的初步方案。他特意设计了一套看似完美但实则暗藏玄机的执行计划，确保只有他能掌握全局。同时，
他也开始有意无意地向其他几个重要客户透露自己可能离职的消息。周经理，听说赵总那边给你抛了橄榄枝。一天，陈梦琪小心翼翼地问道。周明宇一愣：你怎么知道的？公司里都在传，说竞争对手开出了双倍薪资，想挖你过去。陈梦琪有些担忧：您不会真的走吧？周明宇知道消息已经开始发酵，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。他故作神秘的一笑：工作这么多年，总要为自己的前途考虑，不过现在还没有定论，你先别往外说。陈梦琪点点头，但周明宇知道这个消息很快就会传到杨致远耳中。果然，没过2天，高涛就找到了周明宇。明宇，听说你收到了竞争对手的 offer？ 高涛直截了当地问道。周明宇不置可否：高总怎么突然关心起我的个人发展了？杨总很看重你，如果你有什么想法，可以直接和公司沟通，跳槽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。周明宇冷笑一声：高总，咱们都是明白人，公司看重我的方式，我已经在年终奖上领教过了。高涛语塞，最终只能尴尬地结束谈话。周明宇知道自己的计划已经开始见效，杨致远不会轻易放走一个核心员工，尤其是在几个大项目即将启动的关键时刻。同一时间，周明宇也在与竞争对手公司的赵总保持着联系。周经理，我们的 offer 依然有效。电话那头，赵总的声音充满诚意：只要你点头，随时可以入职，薪资待遇按我们之前谈的来。谢谢赵总的信任，我需要再考虑几天，毕竟在远景工作了这么多年。周明宇谨慎地回应：我理解，好马配好鞍，不过我相信我们公司能够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公平的待遇。赵总意味深长地说道。挂断电话后，周明宇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，棋子已经布好，接下来只需静待变局。3月初，张总公司的项目正式启动。作为项目负责人，周明宇全程参与了前期策划和资源配置。在项目组第1次全体会议上，周明宇向团队详细介绍了执行方案和关键节点。这次项目涉及面广，技术要求高，是我们公司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挑战。周明宇环视众人，语气沉稳：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负责的部分了如指掌，不能有任何疏漏。会议结束后，杨致远专门找到周明宇，难得地表达了谢意：明宇，这次项目对公司意义重大，能由你来负责，我很放心。周明宇客套地点头：应该的，这是我的工作。听说你收到了竞争对手的邀请？杨致远试探性地问道。确实有这回事，周明宇没有否认。杨致远语重心长：明宇，你是公司的骨干，未来市场部总监的位置非你莫属。年终奖那事，我知道你心里有芥蒂，等公司资金周转过来，一定第一时间补发给你。周明宇笑了笑：杨总言重了，我理解公司的难处，至于跳槽的事，我还在考虑，毕竟在远景工作了这么多年，很有感情。那就好，有什么需求尽管提，公司一定尽力满足。杨致远拍了拍周明宇的肩膀，转身离去。看着杨致远的背影，周明宇眼中闪过一丝冷意。他知道杨致远现在需要他，尤其是在张总这个大项目面前，不会轻易让他离开。但等项目结束后呢？等杨致远不再需要他时，又会如何对待他？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周明宇一边全力推进项目，一边暗中实施自己的计划。
他特意在项目的几个关键环节设置了只有他知道的特殊节点，确保没有他的参与，项目将无法顺利进行。与此同时，他也向几个核心客户透露了自己可能离职的消息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。周经理，您真的要离开吗？那我们的项目怎么办？一位重要客户在电话中焦急地问道。周明宇安抚道：目前还没有最终决定，不过您放心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。这样的电话越来越多，周明宇知道风暴即将来临。果然，4月中旬，项目进行到关键阶段时，问题开始显现。原本应该无缝对接的几个环节出现了断层，团队成员手忙脚乱，却找不到解决方案。最严重的是，张总公司提出的几个核心需求，由于缺乏关键信息，无法得到满足。周经理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测试环境和生产环境的数据完全不一致？技术部门的负责人焦急地问道。周明宇故作无辜，这个问题确实棘手，可能是在需求转化过程中出现了偏差，让我看看能否找到解决方案。问题接踵而至，客户方面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明显。张总亲自打电话给杨致远，表达了对项目进度的担忧。杨总，我们选择远景是看中了你们的专业能力，尤其是周经理的团队，但目前的进展让我很失望。张总的语气中带着明显的不悦。杨致远连忙安抚：张总您放心，这只是暂时的技术难题，我们一定会尽快解决。周明宇是我们最得力的干将，他一定能处理好这个问题。挂断电话后，杨致远立刻召集高层开会，讨论项目危机。这次项目关系到公司的声誉和未来发展，绝对不能出岔子。杨致远严肃地说道：高涛，你和周明宇沟通，看看问题出在哪里，必须尽快解决。高涛点点头：我已经和周明宇谈过了，他说需要一些时间梳理。但是杨总，我有个担忧。什么担忧？周明宇最近确实收到了竞争对手的正式 offer， 薪资是现在的2倍多。如果他在这个关键时刻离职，项目可能会彻底陷入困境。杨致远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。他敢，现在是关键时期，他要是敢离职，我让他在业内寸步难行。但是强留也不是办法，如果他消极怠工。杨致远沉默了片刻，最终咬牙道：那就满足他的条件，加薪也好，提拔也好，先把项目稳住再说。高涛犹豫了一下，恐怕没那么简单。据我了解，周明宇对年终奖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，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，恐怕难以真正留住他。就因为那20万，杨致远冷笑一声。公司为他提供了平台和资源，他能做出成绩，不都是公司栽培的结果吗？但是杨总，规定毕竟是规定。高涛小心翼翼地提醒道。杨致远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情绪。先这样，你去和周明宇谈，看看他到底想要什么，必要时候可以适当做些让步。与此同时，周明宇正在与张总会面，听取他对项目的最新反馈。周经理，坦白说，我们对目前的进展很失望。张总直截了当地说道，尤其是几个核心功能的实现，与我们的预期相差甚远。周明宇一脸歉意：张总，我理解您的心情，确实存在一些技术难题，我们正在全力解决。不过，他故意停顿了一下。不过什么？张总追问道。不过，我最近可能会有些个人变动，不知道是否会影响到项目的后续推进。
周明宇意有所指地说道。张总瞬间明白了周明宇的暗示，你要离开远景。周明宇没有直接回答，我正在考虑一些更好的发展机会，当然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负责到底，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。张总眉头紧锁，周经理，你是这个项目的灵魂人物，如果你离开，我不确定远景是否还能胜任这个任务。张总言重了，远景有很多优秀的同事，完全有能力胜任。周明宇谦虚地说道，同时心里清楚，没有他，这个项目短期内绝对无法推进。回到公司后，周明宇发现高涛正在他的办公室等他。明宇，杨总想和你谈谈。高涛的表情异常严肃。周明宇点点头，什么时候？现在，他在会议室等你。周明宇跟着高涛来到会议室，看见杨致远一个人坐在那里，面沉如水。坐吧。杨致远指了指对面的椅子。周明宇不慌不忙地坐下，等待杨致远开口。听说你收到了赵总公司的正式 offer。杨致远直奔主题。周明宇坦然承认，是的，条件确实很优厚。你打算接受，还在考虑？杨致远深吸一口气，明宇，你在远景工作了5年，公司对你寄予厚望。如果只是因为薪资问题，我们可以调整，甚至可以超过竞争对手的 offer。谢谢杨总的厚爱，但我考虑的不仅仅是薪资问题。周明宇平静地说道。那是什么？杨致远的语气中带着一丝不耐烦。信任和尊重。周明宇直视杨致远的眼睛。一个没有信任和尊重的团队，再高的薪资也留不住人。杨致远脸色微变，你是在指责公司？我只是陈述事实。周明宇的语气依然平静。年终奖的事情，杨总给出的解释是公司资金周转困难，但作为公司的市场拓展部经理，我有权了解真实情况，这关系到我团队的士气和稳定。杨致远眼中闪过一丝慌乱，很快又恢复了镇定。公司的财务状况确实有些复杂，不是简单几句话能说清的。不过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年终奖的差额一定会补发，而且会加算利息。周明宇微微一笑，杨总，您知道我和张总今天谈了什么吗？他直言不讳地表示，如果我离开远景，他们可能会重新考虑与贵公司的合作。杨致远的脸色彻底变了。你在威胁我？不，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。周明宇依然保持着冷静。张总这个项目对公司非常重要，我想杨总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。杨致远沉默了片刻，终于妥协道，好吧，明宇，你想要什么？加薪、提拔，还是年终奖立即补发？只要能确保项目顺利进行，我都可以考虑。我想要的很简单，公平。周明宇一字一顿地说道，不只是对我，还有对所有付出辛劳的员工。如果杨总能够确保这一点，我会尽全力完成项目，并且认真考虑留在远景的可能性。杨致远点点头，这个要求并不过分。项目结束后，我们可以坐下来详细讨论具体方案。周明宇站起身来，那我就先回去工作了。项目上的问题我会尽快解决。走出会议室，周明宇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。他知道杨致远只是在拖延时间，一旦项目结束，这些承诺很可能会烟消云散。但没关系，他的计划才刚刚开始。随着项目难题的不断积累，公司上下的气氛越发紧张。技术团队连续加班，却始终无法突破关键瓶颈。客户方面的压力也与日俱增。
张总几乎每天都会打电话询问进展。周经理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可能要考虑终止合作了。张总在电话中无奈地说道。周明宇连忙安抚张总，请再给我们一点时间，我已经找到了问题所在，正在全力解决，希望如此。不过说实话，如果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早就撤项目了。张总意味深长地说道。挂断电话后，周明宇靠在椅背上，闭目养神。计划进行得很顺利，现在公司上下都意识到了项目的危机，也认识到了它的不可替代性。接下来就是等待杨致远主动找他寻求解决方案的时刻了。午后，周明宇的电话突然响起，是王磊打来的。明宇，出事了。王磊的声音中充满紧张。财务部刚刚收到税务局的通知，要对公司进行突击检查。周明宇一愣，怎么回事？不清楚具体原因，但我怀疑和那个秘密账户有关。如果税务局查出来杨总挪用公款，周明宇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。老杨知道了吗？刚刚告诉他，他整个人都慌了，现在正在办公室里跟几个高管紧急商量对策。我知道了，你小心行事，别让人怀疑到你头上。周明宇叮嘱道。放下电话，周明宇若有所思。税务稽查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变数，但这反而可能加速他计划的进行。在财务危机和项目危机的双重压力下，杨致远必然会更加迫切地需要他的帮助。果然，不到半小时，高涛就匆匆赶来找他。明宇，杨总要见你，马上。高涛的声音中带着焦急。周明宇不动声色地跟着高涛来到杨致远的办公室。一进门，他就看到杨致远面色铁青地坐在办公桌后，额头上的青筋清晰可见。都是什么时候？杨致远一拳砸在桌子上。项目卡壳不说，现在又来了个税务检查。高涛小声安慰杨总，税务检查应该只是例行公事，公司账目没问题的。杨致远瞪了高涛一眼，没有接话，转而看向周明宇。明宇，张总那边是什么情况？他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说如果再不解决问题，就要终止合作。周明宇表情平静，确实存在一些技术难题，但我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，只需要一点时间调整，应该很快就能恢复正常。杨致远深吸一口气，稍微平复了一下情绪。那就抓紧时间解决，这个项目对公司太重要了，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我会尽力的。周明宇点头应道，却故意不给出明确的时间承诺。还有，杨致远迟疑了一下，语气缓和了一些。关于你之前提的条件，我已经考虑好了，只要你能确保项目顺利完成，公司愿意满足你的全部要求，包括补发所有员工的年终奖。周明宇心中冷笑，表面上却不动声色。谢谢杨总的诚意，不过我想还是等项目解决后再谈这些比较好。杨致远脸上露出一丝如释重负的表情。好，你先回去处理项目吧，有什么需要支持的，直接告诉高涛。走出杨致远的办公室，高涛悄悄拉住了周明宇。明宇，私下说句实话，杨总这次是真的着急了。你要是能解决这个项目的问题，以后在公司的地位肯定不一样。周明宇笑了笑，我知道，不过我现在更关心的是，公司能不能挺过这次危机。你放心，远景的底子还是很硬的，一定没问题。高涛拍着胸脯保证。回到办公室，周明宇立刻给陈梦琪打了个电话，安排他去处理项目中的几个关键问题。
有了周明宇的指导，陈梦琪很快就找到了解决方案，项目终于出现了一线转机。晚上6点，正当周明宇准备下班时，助理急匆匆地跑来告诉他：“周经理，赵总来了，说要见您。”周明宇一愣：“在哪里？”前台接待室。周明宇整理了一下领带，赶往前台。赵总正悠闲地坐在沙发上喝茶，看到周明宇来了，立刻起身相迎。周经理，抱歉，突然造访。赵总热情地握住周明宇的手，我今天在附近有个会议，想着顺便来看看你，谈谈之前的事情。周明宇礼貌地回应，赵总亲自来访，真是荣幸之至。不过公司这边可能不太方便交谈，不如我们去附近的咖啡厅。赵总爽朗的一笑，好啊，正合我意。两人刚走出电梯，就迎面撞上了杨致远和高涛，四人面面相觑，气氛一时尴尬至极。杨总，好久不见啊！赵总主动打破沉默，伸出手去。杨致远强挤出一丝笑容，握了握赵总的手。赵总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啊，不知道是来谈业务合作，还是来挖墙脚的？赵总哈哈大笑。杨总说笑了，我和周经理是老朋友了，偶尔聚一聚很正常嘛。杨致远看了周明宇一眼，眼中充满质疑。是啊，很正常。不过周经理现在正在负责我们公司的重要项目，恐怕没有太多闲暇时间。周明宇平静地说道。杨总放心，项目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妥当，不会耽误工作的。那就好。杨致远不动声色地拍了拍周明宇的肩膀，力道却重得出奇。期待你的好消息。目送杨致远和高涛离开后，赵总意味深长地看着周明宇，看来杨总对你很是看重啊。周明宇苦笑一声，走吧，找个安静的地方聊。咖啡厅里，赵总直奔主题，周经理，我们的 offer 还是那个条件，而且随时有效，不知道你考虑的如何了？周明宇轻轻搅动着咖啡，说实话，我还在犹豫。远景确实存在一些问题，但毕竟我在那里工作了5年，有感情在。赵总理解地点头，感情固然重要，但事业发展更要紧，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人才，不应该被埋没在一个不懂得珍惜的环境里。赵总说得对。周明宇叹了口气，不过现在公司正在处理一个重要项目，我不能就这样撒手不管。当然，我完全理解。赵总微笑着，我们可以等你处理完这个项目再谈。不过，他压低了声音，我听说远景最近遇到了一些麻烦。周明宇警觉地看了赵总一眼，赵总消息真灵通，圈子就这么大，有些事情瞒不住的。赵总耸耸肩，如果远景真的出了问题，你可千万别跟着一起沉沦，我们公司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。周明宇若有所思地点头，谢谢赵总的关心和信任，等这阵子忙完，我一定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。两人分别后，周明宇没有立刻回家，而是在附近的公园里散步，思考着接下来的计划。事情的发展比他预期的要快，而且更加复杂。税务稽查是个意外变数，但也可能成为他的助力。杨致远现在处于前所未有的压力之下，这正是他出手的最佳时机。当晚，周明宇回到家中，李文已经准备好了晚餐，正在餐桌旁等他。今天回来的挺早，李文惊讶地说道。周明宇笑了笑，项目有了转机，可以稍微喘口气了。李文给他盛了一碗汤。公司那边怎么样了？老板有没有提补发年终奖的事？他已经松口了。周明宇平静地说道。不过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表。
李文叹了口气，希望他这次能说到做到吧。对了，装修公司催了好几次了，说再不付款可能会延误工期。周明宇握住妻子的手，再坚持几天，很快就会有好消息的。晚饭后，周明宇独自坐在书房，计算着时间和步骤。他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筹码，现在只需等待最佳时机出手。税务稽查给了杨致远沉重一击，接下来就是他亮出最后底牌的时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周明宇刚到公司，就收到了一个意外消息：竞争对手公司的赵总突然宣布与张总公司达成合作意向，打算接手原本属于远景的项目。这个消息如同一枚炸弹，在远景网络引起了轩然大波。杨致远大发雷霆，当场摔碎了办公室的茶杯。怎么可能？我们和张总签了合同的，他怎么能这样翻脸不认人？杨致远怒吼道。高涛满脸忧虑，据说是张总对我们的项目进展不满，所以打算另寻合作伙伴。那也不能直接找赵总啊，这不是明摆着打我们的脸吗？杨致远气得脸色铁青。就在这时，周明宇被紧急召唤到了杨致远的办公室。明宇，你和张总关系不错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杨致远直截了当地问道。周明宇一脸无辜，我也是刚刚听说，还没来得及和张总联系，现在立刻打电话给他，问清楚情况。杨致远命令道。在杨致远和高涛的注视下，周明宇拨通了张总的电话。电话那头的张总语气冷淡：周经理，不好意思，考虑到项目的进度和质量问题，我们不得不另寻合作伙伴。张总，我们不是已经签了合同吗？周明宇故作惊讶，合同里有明确的质量和进度条款，远景已经违反了这些条款，我们有权终止合作。张总的态度异常坚决。周明宇看了杨致远一眼，对方正紧张地盯着他。张总，能否给我们一个补救的机会？我保证所有问题都能在最短时间内解决。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可以再给远景一次机会，不过有个条件，必须由你全程负责项目，否则免谈。这个当然没问题。周明宇迅速承诺。那好，我给你们3天时间，3天后如果还没有明显进展，我们就会正式与赵总签约。张总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杨致远和高涛都松了一口气，还好，还有机会挽回。高涛擦了擦额头的汗珠，杨致远紧紧盯着周明宇。明宇，这次全靠你了，项目绝对不能丢，否则公司声誉会受到严重打击，加上税务稽查的压力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周明宇点点头，我会尽力而为。不过，杨总，我需要全权负责这个项目，包括人员调配和资源分配。没问题，你全权负责。杨致远迫不及待地答应了。需要什么支持，直接说。还有一点，周明宇停顿了一下，我想先确认一下之前我们谈的条件，杨总还记得吧？杨致远脸色微变，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。当然记得，只要你能挽回这个项目，公司一定会兑现承诺，包括补发所有员工的年终奖。那就好。周明宇微微一笑，我这就去安排。离开杨致远的办公室，周明宇立刻召集团队，开始全面梳理项目问题。在他的指导下，团队很快找到了解决方案，项目终于重新走上了正轨。当晚，周明宇工作到很晚才回家，刚走到家门口，他的手机突然响起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喂，哪位？周明宇接起电话，周经理，是我。
杨致远。电话那头传来杨总熟悉的声音，但语气却异常低沉。周明宇心中一动，杨总有什么事吗？我想当面和你谈谈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杨致远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恳求。周明宇看了看时间，已经晚上11点半了，这么晚了，很重要的事情，真的很急。杨致远几乎是在哀求了。周明宇思索片刻，那好吧，杨总在哪里？我已经到你家楼下了。杨致远的回答让周明宇吃了一惊。周明宇走到窗前，果然看见杨致远的车停在楼下，车窗微开，杨致远正焦急地向四周张望。我马上下来。周明宇挂断电话，转身对李文说道：公司有急事，杨总亲自来找我了。李文惊讶地睁大眼睛，这么晚了，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情。周明宇点点头，迅速下楼。杨致远看到他，连忙从车上下来，脸上的焦虑和疲惫清晰可见。周经理，真是打扰了。杨致远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能否借一步说话？周明宇看了看四周，杨总请跟我上楼吧，家里比较方便谈。杨致远犹豫了一下，最终点头同意，两人一起上了楼。李文见状，识趣地回到卧室，留下书房给他们谈话。杨总，请坐。周明宇示意杨致远坐到书桌对面的椅子上，自己则坐在书桌后。这么晚来访，一定是有要紧事吧？杨致远深吸一口气，脸上的表情前所未有的严肃。明宇，实不相瞒，公司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。周明宇平静地等待杨致远继续说下去。税务局的检查发现了一些问题。杨致远艰难地吐出这几个字，如果处理不好，后果会非常严重。什么问题？周明宇明知故问。杨致远擦了擦额头的汗，一些财务处理上的不规范，具体的我不方便多说，但如果这个时候再失去张总的项目，公司可能会陷入绝境。所以杨总深夜来访是为了项目的事？周明宇淡淡地问道。是的。杨致远点点头，神色越发恳切。明宇，我知道你对年终奖的事情有意见，这完全是我的错，我向你道歉，并保证立即补发你应得的20万，不，25万，外加今年的提薪和晋升。但请你一定要帮公司度过这个难关。周明宇看着眼前这个曾经高高在上，现在却不得不低声下气的男人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本以为这一刻会让他感到极大的满足，但实际上他只感到一种淡淡的悲哀。杨总，周明宇缓缓开口，问题不在于钱的多少，而在于公平和尊重。我明白，我完全明白。杨致远急切地说道，以后公司的奖金制度会更加透明公正，绝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。周明宇沉默了片刻，终于开口道，杨总，我可以帮你解决项目的问题，但我有几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说，只要能挽救公司，什么条件都可以谈。杨致远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说道。周明宇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，推到杨致远面前。我已经写好了，请杨总过目。杨致远接过文件，快速浏览了一遍，脸色变了又变。文件上列出了3个条件：全额补发所有员工的年终奖，改革公司奖金制度，保证透明公正，给予周明宇市场部更大的自主权。杨致远犹豫了。如果杨总觉得难以接受，那我也无能为力了。周明宇平静地说道。做事要收回文件，等等。杨致远一把按住文件。我同意，这些条件我都同意。那就请杨总在这里签字吧。
周明宇递过一支笔，杨致远深吸一口气，最终还是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明天我会解决项目的所有问题，并亲自向张总汇报进展。周明宇收起文件，站起身来，示意谈话结束。杨致远如释重负地长舒一口气，也站了起来。谢谢你，明宇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见死不救的。不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周明宇淡淡地回应道。送走杨致远后，周明宇回到书房，李文悄悄走了进来。怎么样了？李文关切地问道。周明宇展示了那份签了字的文件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我们赢了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周明宇如约解决了项目的所有问题。在他的带领下，团队加班加点，终于在最后期限前完成了所有工作。张总对最终成果非常满意，不仅继续了与远景的合作，还增加了投资金额。杨致远也兑现了承诺，全额补发了所有员工的年终奖，并在全公司范围内推行了新的奖金制度，确保公平透明。周明宇的职权也得到了扩大，成为公司的市场总监。表面上看，一切都恢复了正常，甚至比以前更好。但周明宇心中已经埋下了离开的种子。3个月后，在确保所有员工获得应得的奖金，并看到公司制度真正改革后，周明宇提交了辞职信。他选择接受竞争对手更优厚的条件，与李文和刚出生的孩子开始新生活。真的决定好了吗？李文抱着熟睡的婴儿，站在已经装修一新的客厅里问道。周明宇点点头，是的，有些东西一旦失去了，就很难再找回来。临离职前，杨致远再次挽留周明宇，提出更高的薪资和股权。周明宇微笑拒绝，留下一句话：有些东西给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。故事以周明宇抱着孩子，与李文站在新家阳台上眺望远方结束。夕阳的余晖洒在他们身上，映照出新生活的希望和光明。在争取公平与尊严的道路上，周明宇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。也许真正的成功不在于你从别人那里拿回了什么，而在于你为自己和家人创造了什么。这是周明宇略施小计后明白的最重要的道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